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一转眼，2024年没有几天，马上就过去了。现在好多人都拍了一些年终总结呀，或者是一些精彩画面啊。我想了想，也没有什么精彩画面可以拍，给大家伙儿讲讲故事吧，讲讲我这些年都有多少台车，我去干了个什么。从14年前说起吧。2014年之前，我还是一名修理工。那时候整天在矿山修理工程机械，挖机呀、装载机呀、翻斗车呀，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工程机械，发动机维修也修，底盘也维修，液压也维修。我是从94年开始修车，一直修到了2015年。14年，我在网上，当时在越野一族论坛上认识的一个老大哥来我们家做客，开着他那台自改的厢货房车。其实在碰见他之前呢，我就已经动心了。直到他来了之后，我看见他的车，然后他能够自驾新马泰，没有新，只有老挝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。我也想把我这台轻卡车改成房车，然后说干就干，自己动手做了框架，又做了成箱子，里边又做了一些改装，就比较粗糙的吧。2015年做完的，但是没有装修。2016年装好了，但是当年也是没有出去。直到2017年，我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自驾游。当时开着我这台自己改的贝陀房车，是走了一遍，到了丽江，沿途走到了丽江。其实那个时候每天在路上都是很开心的。2015年底，我也自己手工做了我人生中第一台4驱的钢管车，当然做得很粗糙，但是当时的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，也成天开着它去上山下河的。但是好多原始资料当时因为设备有限，所以说拍到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糊，但是还好有一些影像资料留下来吧，让大伙可以看一看。16年彻底就是把修车已经扔了，全面改行做主播了。17年走了一趟丽江之后，回来便一发不可收拾，中了旅行的毒。18年买了一辆长城 S6，和一个小淡淡的土瓦房车，开始自驾西藏。走了一趟西藏，但是没到拉萨，当时是到了过了芒康，然后到左贡，到了邦达，直接奔了昌都，然后去了青海，这么转了一圈。19年呢，依然是开了这台房车，去了一趟广西，去了东兴，然后去越南。20年的时候，大家伙就知道了，买了一台羚羊，3000块钱买了一台羚羊。进藏了，去了一次西藏。上半年是开了一台羚羊进藏，然后10月份的时候，我又开着我那台 S6 和我媳妇儿去了趟阿拉善。从阿拉善回到家之后，我感觉这个车呀还是没有那羚羊好，然后我又花了3000多，又买了台羚羊。不是，没花，这台羚羊还是之前那台羚羊。又进了一遍西藏，就是花3000块钱买了台下线羚羊，又进了一遍西藏。21年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我应该买台4驱车，当时也没有钱，又买了一台东风小康 V27， 就是那种国产的东风小康 V27 4驱的，也走了一圈，去了趟新疆。结果在新疆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东风小康 V27 的一个非常大的弊端，就是动力不足。虽然它是4驱，挂上4驱的时候，它的通过性还不如2驱。然后我从新疆回来到家就把它处理掉了，又买了一台羚羊车，
不对，21年不是羚羊，还是开了 H6出去玩，然后开了 H6回来之后又买了台羚羊，然后21年又开那个进藏，一直到22年，我感觉我应该买一个真正的越野车，所以说就买了那台大家伙都记忆犹新的那个郎坚强。结果在22年，进藏之后，当时因为疫情嘛，在拉萨被困那儿了。然后从拉萨出来之后，就是正好是咱们的109，传奇的109。109来门营，到第2年吧，这个郎坚强还是接着我又开着这个郎坚强出发了，去了趟老挝，从老挝回来遇到张小白，然后到左公遇见在芒康遇见安然老夏。我们几个又去了趟然根村、贾营村，再回来之后，大家伙就知道了。跟张小白在216上出了车祸，然后送他回家的时候，我这台车也接近报废。在黄冈的时候，就是定了买一台瑞虎8，又买了台瑞虎8。这台虎8呢，就是跟着我走了遍青海，漠河，今年又开了去一趟川西吧，也没进西藏，川西到青海，然后又跟我媳妇去了趟新疆，这是今年的路程。然后今年冬天呢，就想着来北方体验一下极寒，过一下寒冬。结果到秋后时候，我决定买了一台全顺的新时代。这台车花了3万块钱，又加上改装修车，花了4万多块钱吧。这台车就是一直到现在。在这中间呢，我还有一台车是 ATV， 还有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的 YY 大敞篷。这也就是我这些年曾经开过的车，可能中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车我没有记住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还能记住。就是这些车。2024年的年终总结，就总结一下这些年我都开过什么车了吧。具体中途都有什么事儿，开哪台车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给我提醒。今天的视频就这些吧，拜拜。